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周末我打算连续更新2期视频，本来只打算做1期，但由于我的一篇文章在墙内被屏蔽了，所以把那篇文章拓展成了这期视频。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中国互联网普遍认为韩国是被美国所控制的，以及这种看法为什么是错误的。聊这个话题的起因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韩国的部队火锅，前几天刚好看到知乎上给我推送了一个相关问题：韩国的部队锅值得韩国人骄傲吗？下面的绝大多数答主都认为，韩国是美国的殖民地，而部队火锅起源于美国军队的剩菜，象征着韩国被美国控制的屈辱记忆。比如这个有 2.4 万点赞量的回答就认为，因为韩国邀请美国来驻军，所以韩国是美国的殖民地，而韩国民众曾经吃美国军队的剩饭，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美食，是非常可耻的。总之，这些回答让我觉得非常别扭。中国大陆的宣传系统一直给人们灌输了这样一套逻辑：国家的主权独立是个人独立的前提，而如果一个国家领土上有外国军队驻扎，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主权不完整和不独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也必然是没有尊严的。从这套逻辑中，自然而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些拒绝和排斥融入国际主流秩序的国家是最有尊严的，比如朝鲜、俄罗斯、伊朗。然而，这种逻辑没有一处是正确的。造成这种误解的关键在于宣传系统对于主权独立进行了相当片面化的解读，并通过历史教育来加深这种偏见。对国家而言，主权体现在一个国家其领土范围内拥有独立的自治自决权，这包括了行政、立法、司法等公权力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中国大陆主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然而，主权的另一层含义也包括主权在民。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它的公权力既不是通过规范的程序产生，也不受法律和人民的监督，那么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只是某个政权、某个总统的主权，而不是国家主权。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很多独裁者都喜欢强调自己如何的排斥外国，来树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他们之所以执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其实是执着于自己的权利。比如津巴布韦的前总统穆加贝，他曾经带领津巴布韦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被称为津巴布韦的国父。但在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依靠军方建立了独裁统治，并连续掌权长达37年。从2000年开始，为了扩张权力，穆加贝掀起了一轮土地改革，将白人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此举造成粮食产量大减，津巴布韦出现大范围饥荒，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然而，穆加贝坚决否认饥荒的存在，拒绝了国际援助的粮食。尽管他承认津巴布韦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但他认为这都是西方势力的制裁和封锁导致的。在津巴布韦独立后，人民并没有获得任何解放，反而是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这让我们思考国家主权和个人的耻辱感之间的真正关系。在中国互联网的主流价值观看来，韩国人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去捡美国人的食物是可耻的，这隐含了一层意思：个人生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维护一种虚幻和抽象的国家尊严。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下令严禁韩国人做出吃美军剩饭或者走私食品等有损国格的行为，派军队把守路口，教育韩国人宁可饿死也不吃救济粮，在中国宣传系统看来，这才是有道德的表现。但如果真这么做了，韩国人只是陷入了更加可悲和没有尊严的状态，因为这种所谓的道德是被迫和虚假的，完全是一种维护总统面子的工具。中国的政治教育使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认知：一切的苦难都来自于外国的干涉，而国际关系必然是不可能对等的。因此，他们将正常的国家合作关系一律解读为一方被另一方操控和剥削，是另一方的殖民地。
然而，将国家主权视为至高无上的观念，其实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抛弃。例如，国际刑法就强调了对犯下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的政客的追究，这其实就是否定了主权的神圣性，也就是政客不能以内政为由，在国内严重侵犯人权却免于国际制裁。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日益意识到，国家相互联系、互相依存是一个大趋势。例如，欧盟就是各个成员国让渡了一部分主权，形成了一个跨国组织。这意味着欧盟成员国要受到外国的约束，比如德国和爱沙尼亚都共同使用欧元，而没有自己的货币。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成员国都是不独立的国家，也不意味着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是在被德国控制和剥削。虽然中文互联网上很流行这种解读。美国的这种联合主权发生得更早，美国原来的各个州就分别拥有主权，后来才凝聚为联邦主权。而美国在韩国驻军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合作关系。主权并不是一个不可协商和妥协的神圣概念，那种一想到国家权力受到外国人的影响，就替国家感到痛心和耻辱的状态是神经质的。那么，中国的宣传和教育是如何培养这种情绪的？这和中国特色的历史教育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历史教育在看待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时，实际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视角。在看待古代史时，中国的历史课本着眼于帝王将相的辉煌武功和缔造盛世的功绩，而民众的苦难则是大大被淡化了，学生并不能感受到专制的危害。而到了近代，视角突然切换到普通人的生存上，给人的感觉是一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生活突然就变得苦难了起来，中国的文化、制度都成了落后的东西，皇权制度也开始暴露了它的弊端。教科书塑造了一个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且需要被拯救的中国形象，且强调这个落后的中国是伴随着外国入侵而出现的。这就给人一种印象，生活在帝制的中国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而皇帝的权力一旦受到了挑战，灾难就降临了。这导致很多人大大低估了生活在秦皇汉武这样的强主之下的悲惨程度。比如，中学7年级教材第12课是大一统的汉朝，这一课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汉武帝是一个明君和雄主，比如讲述了如何发掘和重用主父偃、董仲舒、卫青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提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进入鼎盛时期。那么，在这个鼎盛时期的民众是什么生活呢？为了筹集钱财，汉武帝鼓励民间互相告密揭发，一旦告密属实，政府和告密者可以平分被告密者的财产，致使民间出现了告密的热潮，稍有财产的人陷入财产甚至卖身为奴的命运。连年的战争和沉重的赋役导致全国户口减半，虽然户口减半并不意味着死亡人数达到一半，例如有卖身为奴的人的户口被隐匿的现象，但有一半人成为黑户或者死亡，这样的社会也是相当可怕的。然而到了近代，历史课本突然切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体的视角，比如8年级上册历史课本的第1课，就反复强调英国人贩卖来的鸦片是多么的危害大清国民的身体健康，还有英国要求和大清通商做生意是何等的丧权辱国，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是何等的耻辱和黑暗。鸦片当然是危害健康的，但对当时清朝的国民而不是皇帝来说，似乎有不少事情是比鸦片危害更大的。比如发生在鸦片战争40多年前的白莲教起义，就使清朝损失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导致人口损失2000多万；太平天国使全国损失数千万人；光绪年间的丁戊起荒导致死亡1000万人等等。这些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原因主要是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对民间超强度的汲取和压榨，但与外国无关的苦难往往被一笔略过，或者被选择性的裁剪和扭曲。
比如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统治者煽动起来的一场大清洗，但教科书却更多地强调了义和团的反帝行为。这种历史教育非常容易给学生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不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的杀戮和虐待自己的人民，只要不被外国人染指，只要皇权不受他人的干涉，那就依然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什么可耻辱的。而一旦与外人签订了条约，皇帝的私人花园被外国人占领了，也就意味着皇帝得多少考虑一点点洋人的意见，那么民众就应该替皇帝感到耻辱。在这里，耻辱这一本属个人的概念也被国有化了。现实中，越是对个人的价值和权利缺乏切实体会的人，就越是需要靠某种集体的独立和对掌权者的认同，来获得一种自己也站起来的幻觉。但这种幻觉毕竟是空洞的，且总是与现实中的无力感相冲突和矛盾，因此就需要不断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制造赢的感觉。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周末还会再更新一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咨询或与我讨论，请联系我的邮箱，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收藏视频的文字稿。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